来看到中国大陆启动最新的它的晶片战，它要使用的就是这个曼哈顿工程。今天带观众朋友来解析它这个曼哈顿工程怎么做。其实它会从3方面，包括人才、产线跟政策3方面一起来着手。那科技自主战，现在这个战火直指的当然就是美国了。好，赶快来看到它怎么做呢？其实这个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正式悄悄启动的代号叫做晶片曼哈顿工程的一个计划。而且呢，我们看到它的计划其实内容蛮实质，已经列出来了。目标就是4年内，它要增加自己的这个本土技术人才，达到50万人。那它的国产设备操作的岗位对外国的依赖要持续的下降，从原本占比的35%，他说4年内要一口气下降到10%以下。好，要知道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美国的智库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计划类似相当于当时美国的曼哈顿计划，主要呢是集中这个核物理学家。那一旦的这个本土的技师取代了80%以上的话，那么外资接下来它的维修团队可以在美国设备商务商将会在失去在服务收入跟技术迭代数据对于中国大陆的输出，也就是说大陆再也不需要这一些外资的工程土木技师了等等。好，所以请教委员怎么看4年内大陆的这个所谓的曼哈顿计划真的能够做到完全的科技自主吗？跟美国完全的脱钩有可能吗？当然可能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4年的我们号称叫做晶片曼哈顿工程的这个计划，其实大概只是比较具象成型的一个方案哦。但是事实上，我认为中国大陆在面对美国的科技卡脖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已经早就开始在做积极类似的部署跟安排了。所以在过去这几年，就算这个2025都还没有启动，你在2024、你在2023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这个光刻机的生产在晶片的设计，包含像华为，在过去这段时间高薪的挖角了很多华裔的滞留在海外的高阶的这个晶片制造的工程师回到国内来，希望能够报效国家。这些事情早就在做了那但是2025到2029这个计划是它很明确的把它定在这里的。那么我认为说，中国大陆它只要请国家之力去做这件事情，几乎没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我们过去在这边讨论过太多事情了。过去的高铁被人家当作是笑话，现在的高铁是中国最骄傲的名片那你更不要提到说像 AI 的领域了因为我自己在研究所教 AI， 我们公司在上海现在正在落地我们的 AI 跟虚拟人的这个研究中心。那么我就眼看着中国大陆如何在 AI 的这个赛道上做渠道超车的动作了。你光看最近的几个事件嘛，我们前一段时间讨论的最多的是 DeepSeek，DeepSeek 它是靠算力它是靠算法的改变，靠演算法的改变去突破了硬体的这个封锁。所以呢 DeepSeek 在算力上不像这个欧美的大模型需要这么高的算力来支撑，所以它可以摆脱掉在这个对于 GPU 对于这些晶片的依赖但是最近的另外一个新闻是什么呢？中国大陆去年推出来的一个叫做 AI Agent 叫 AI 代理人的公司叫 Manus， 它当时推出来的时候，这个欧美国家都在笑，说怎么可能？现在没有什么 AI 代理人这个。AI 代理人可以做得出来的，这个 AI agent 是不可能成功的。他成功了没？他成功了。他不但成功了，现在被 Meta 花了20亿美元要收购了。就是 Meta 有史以来的3大收购案 ，WhatsApp 跟这个 Scale AI， 再来就是这个 Manus， 就是中国大陆自己本土的这个 AI 的团队所做出来的 AI 代理人。所以你光看到中国大陆在 AI 的赛道上，它是如何的来进行快速的超车。那么在晶片上，我认为这个绝对是不可能难倒中国大陆的了。他只要请全国之力，投注了足够的经费，在人才、在科研上进行全面的研发，他要完成所谓的晶片曼哈顿计划是指日可待了。好，所以4年内要完成所谓的晶片自主化，现在看起来机会非常的高。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曼哈顿工程计划，其实有3个它的大重点，带观众朋友来稍微看一下。它的重点其实就是主要是培养人才。第一个就是人才要做升级，第二个就是说这些人才还要从这个教室正式的进入到工厂里面去，并且呢还要融合这个技能的体系。我们先来看人才他做了什么样的努力。他是说呢，将35所的高职的院校升
升格为职业本科，然后开设这个机体电路装备技术等等的紧缺专业。从2025年开始，每年会送6万名的毕业生直接到产线来做操作。那另外一方面是国家直接出资金设立这个15个共享晶圆实训中心，学生之后直接进入到工厂内就来操作28奈米产线。最后一个，它是参照中国大陆的核武计划2弹1星的这个计划，设立8级技师体系。那么首席的技师还有享有非常好的一个职称之外，还有一个股权的分配。张将军怎么看这个过去？因为刚刚说有参考这个核武计划嘛，这个核武计划能够给现代版的晶片发展带来一些刺激跟一些启示吗？我认为这方面要一个科技要能够成功，要有4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个一定要有钱、资金，那中国大陆愿意投入啊，拿120亿砸，一定要钱，你没有钱不可能的啦。你研发怎么研发？你科研都要钱，做实验要钱，盖地建厂、买装备都要钱啊，那钱先进去。第二个人才，中国大陆的985现在已经有39所了，它现在的重点都在培养这个半导体，就是芯片制造的。那这些还包括光刻机。那现在的这个4年要培养50万，50万很多哦。你想想看，50万多少人才在这边做科研、做半导体，那这就形成重点了。因为只要有人才，其他的就不困难。你人才不是光只是科研人才，包括管理人才，包括物流人才，还包括贸易人才，这个通通都要考量进去的。那你这个人是50万的，不是3万5万，是50万。那人才的这种人才库就出来，你还包括221的重点大学都可以培养。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科技论文的发表、专利数的申请，还有论文的引用数都达到一定的水准，所以认为人才对他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大。第3个，我们讲的技术条件，你有没有技术条件？以前有没有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我认为有基础了，因为他一直要不断的突破，因为美国的卡脖子让中国大陆有这种我们讲到了危机感出来了，所以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就开始就加紧这个，哪怕这是荷兰的 ASML 不给他自己来致力研发，自己在做技术突破。所以我们讲的这些技术条件，中国大陆的一般的我们都知道，只要成熟制程它都没问题啊。对，只是说在尖端制程它要去突破。我认为突破大概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第4个是最重要的，我们讲到市场。你市场你做那么东西，结果你外销售，结果不流畅，赚不到钱，那到时候也萎缩，也关店也倒了。那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市场够大了，包含 AI 需要晶片，汽车因为现在都新能源车，这个晶片也包括了无人机大量的晶片，那个包含军工产业、航天产业、航空产业，通通都要大量的晶片，还要不要去讲军火？那这些市场源源不断，都要需求，都要晶片。那换句话说，它的利润就有了，利润主要就回馈 feedback 到这些建厂，还有人才的培育，还有这方面资金的供应又来了，变成一个循环链。这个循环链被需求链跟供应链，需求链跟供应链能够契合在一起的话，它就会上去了。对，你不能说结果产能过剩，结果没有市场，仓库堆了满坑满谷，那你就不行啊。所以你注意看它整个要去宏观调控。然后刚好每一个都是一个黄金比例，你才能够让这个晶片的制作跟它的市场都能够达到一个完全对等的一个态势，然后变成利润极大化。好，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中国大陆现在呢在做这个科技自主的全面化，那另外一方面现在在科技上是对美日下战帖嘛？因为今年初大家还记得吗？黄仁勋不是说终于要放行了这个 H200给中国大陆，而且是放行大量的量产出货，结果隔天呢大陆官方直接打脸说不要了，我不要你的 H200，我们要改用国产晶片，所以禁止来停购美国的晶片，这是一件事情。针对美国，针对日本呢，它则是禁止发起了反倾销调查，针对于日本的这个二氯二氢系来做这个反倾销的调查，这个是在对美日下战书吗？厉将军怎么看？当然，这个黄仁勋他原来放出说这个中国大陆总共要跟他买将近100万颗的这种200万颗不是100万颗，200万颗的这种H200的晶片每一颗售价是27000块美金，那你看多大一笔金额？
那黄仁勋自己库存 ，NVIDIA 库存有多少？只有70万颗哈。那后续来讲，他要跟台积电再买130万颗。哇，我们那个台湾很多股价，很多相关的 H200的相关的概念股都涨了，包括鸿海啊、伟创啊、英伟达都涨了。但是没想到，突然这个晴空霹雳，突然这一来之下，那昨天这几家H200的产业链的公司哦，股价就跌了差不多快1%左右了哈。当然，中国来很明显的，我们都认为说是这次来讲，如果说这个可以有H200可以卖给中国相关的科技产业，包括阿里巴巴啦、腾讯啊，如果能够拿到H200，它的效能再怎么样，也比H20效率要快6倍，那讲起来应该是很好一个晶片。虽然说它不是最高阶的 ，NVIDIA 最高阶是 Bakeware， 它不是最高阶的，可是这个总是这个有一大的注意嘛，哈。那中国自己本身有没有这种效能晶片？目前还没有。它再怎么样，它也比你中国自己制造的升腾910C，效率要好很多。可是中国来讲，居然说这个 H200哈，这个规劝他们的企业不要采购。可见中国已经下定决心了哈，我觉得有2个底气，一个就是中国下定决心要跟要跟美国科技业断奶，我自己要想办法能够生产。我如果说这次跟你买，以后持续跟你买，那将来这就会打压到我们自己相关企业。我们虽然自己的企业目前华为做的升腾910C 效率还没那么高，但是我持续给它一些费用经费来讲的话，那迟早有一天我能够赶得上。我觉得中国这次一定已经下定决心。那第2个，我相信在这相关，它也有相关的这种科技或技术做好长远的规划。